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准备出去旅行的时候啊，即便是早上4点钟出发，也不用闹钟。啊，我最近几次好像经常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又是出发了。我们到机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它这就是远离机场一段距离，但是有人提供免费接送，像这样有 shuttle bus， 然后价格就会比较便宜一些。对，它叫机场远端停车场，差不多是我们打车的单程的价格了。对，再说我们现在因为早晨特别早，上海呢就是5点多的时候还是属于夜间的价格。那所以出租车还有夜间行驶费啊。对，所以我们是选择就是找一个远端停车场。对，反正也是便宜一点，加上也是自在一些，开自己的车啊。几分钟就到机场了啊。早上好。早上好。我是凯文。我是 Melody。我们又在飞机场了。我们又要出发了。我们这次目的地去哪里呢？我们要去日本北海道。Melody， 你去过几次日本呀？数不清了，大概有将近20次吧。那我次数比较少一些，一共是4次。这次呢，我是第2次去北海道，我是第4次去北海道。那 Melody 肯定是日本旅游的忠实爱好者啊。对，忠粉。我可以问问，日本是除了加拿大之外，你最喜欢的国家吗？可以这么说。对旅游者来说，日本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我觉得日本有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能特别细致的感染到上海人啊，尤其符合上海人的特性和这个爱好啊。那也不是，日本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旅游目的地。对对对。北海道见了。北海道见。風に乗せて舞う蝶のようにいつだって自由に羽ばたいて未来へと続く道を歩くの。欢迎搭乘中国东方航空班机前往新千岁机场，成员中国东方航空的大力支持，祝您旅途愉快。一つ一つが物語を語る心に響くメロディーがどんな時も励ましてくれる。暗闇も優しい風が吹いて明日への希望も運んでくれる。笑顔でいれば怖いものはない幸せを感じるこの瞬間一緒に歩こう明日への道を夢を追いかけて歌おう心の中で花が咲いてる到达北海道啦！到札幌啦，3个小时，今天顺风。对，飞机比理论上早到了。海到这下来啊，去往 JR 的通道里，全都是这种像玩偶的一样的东西。它就是增加我们这个来往的乐趣嘛，否则很干枯燥，你知道吧？这条通道又特别长。我们那个到酒店是需要1个多小时坐 JR。不着急。北海道又来了又来了，上次来是2019年3月份，雪季，这次呢是红叶季。有点作哦，温春红叶不看，跑到北海道来看。秋天去哪里都漂亮。旅行啊，总归要找个借口的。
我们决定坐汽车回去，因为汽车呢能看到更多的风景，而且离我们的酒店相对近一些。2个人的票钱呢，一共是2600yen。对，那这个大概相当于1个人坐 GR 快车进城的价钱。因为我们2019年来的时候呢，直接去新野度假村了，所以我们坐的直接是 GR。这个室内的这个车呢，我们没有坐过，所以我们今天呢尝试一下。我刚才查了一下，如果坐 GR 快车的话，价钱是1个人2070yen。那这样就是贵将近1倍吧。对。And on the second floor, they are free public spa and female spa needs this security card. So please bring with you when you go to spa. And 不错，还有沙发嘞。对，开一下。不得不用0.5倍来开日本的酒店。啊，挺好的。因为日本的酒店通常比较小，对，当然大的也有，贵嘛，对吧？Hello， 后海斗，天气还是不错啊。这上面是一个停车场。停车楼，下面都是停车的地方。这边就是酒店 ，WiFi。这里是空气净化器吗？应该是。洗手间。哇哦！它因为有大浴场，所以说这个，这个估计也就能。把 Melody 塞下，塞我是塞不下，而且这个浴室的高度也是比较矮的，龙头可能比我还矮一些。但是这个酒店的特点呢，它有一个浴场啊，对，也就是我们可以去公共的地方洗澡，对，每天都可以回来泡一泡。对对对，也不用天天在酒最店主要是这个原因，我们选择了这家酒店，再加上这个酒店是新开的，这个直接就给的浴服，不错不错。干干净净，这是日本最大的特点啊！对，最主要是有这个沙发和桌子，对，也是很难得。据说他们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日本的酒店大小呢，通常有一些人来衡量它就是把行李能不能摊开，对，能不能这样摊开，能不能摊开来？所以有些行李箱设计就是前面直接拉链的，就是不用摊开。对，所以我们这个摊还是没问题的。乌来觅食。呼噜一夜秋风来呀！真冷啊！Melody竟然还想走地下。我说我最不愿意钻地下，我连地铁都不愿意坐。但凡能坐公交，我都不坐地铁，因为还能看看外边是什么样子。凯文因为方向感特别强，所以每次跟他出来旅行，我都特别放心。没，日本是 Melody 的天下。没有 Melody 比较了解，只负责说我要去哪儿。这回啊，因为忙活东北的事儿啊，回来我几乎什么都没有看日本，没有做过任何攻略。这个不重要，就是我只去哪，你带我去就可以了。但是到这儿呢，谷歌自由了，感觉人马上又能找着方向感了，又能找着方向，找着北了。去觅食了，所以就不早晨6点钟吃的早饭。折腾，早上中国4点钟出来，好嘛。到这儿现在已经这儿的4点了。路过北海道本土超市，就在酒店旁边，那没问题了，每天都来一下。好，
这个和 7-Eleven 和全家是不一样的啊。这个超市品牌只有在北海道有。札幌火车站，哎呀，Sapporo，时隔多少年？时隔将近7年，6年多，回来了。时间呢，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到这个地方我印象特深刻的就是当时买了一个日本相机。对，嗨，时间在走，刚刚买好啊，很新鲜的啊，佳能的，刚出炉的啊，新鲜出炉的大包子啊。好，感觉它过时的太快了，就是画质上令我觉得就是差的太多，就直接6年就废掉这个。就是一个相机的消费，对，6年多的时间，对，直接就没法用了。对，所以你说时间我没有概念，但是我这设备更新的可确实是有概念。当时来的时候这里下大雪啊。对，2019年的3月份。其实我挺喜欢北海道的，有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天气比温哥华稍微冷一点点，因为温哥华稍微热了一点点，也就是温哥华通常说10场雪基本上最多有2场能够留得住。当年 Kevin 来的时候还只是在新野度假春华，当年还是个小菜鸟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个小菜鸟，但是来这儿也是风都追不上我当初那个上惠斯勒还是东南西北找不到，然后呢那一年选择了来北海道。我也是在北海道最后一次学滑雪，学不会，最后正式通知 Kevin。据透露一下 ，Melody 就是在这儿服气的，说我再也不学滑雪了，我实在学不会。对，决定。再也不滑雪了，再也不学滑雪，学不会，真的学不会。作为你曾经唯一的教练，我觉得在我人生中是有一笔是抹不掉的。是这样，就是2条腿酸的，就像已经和自己的身体分割了。然后呢，脚趾头又疼，不行，肯定不行，就是没有这个，就是你没有丧失一个滑雪梦，因为你从来没有要求过期待过一个滑雪梦，但是我丧失了一个教练梦，从此以后可能觉得都是一个阴影。他决定这样，以后即使从事这个行业，他也准备那个。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来切实一下，为这个重要的决定，为我们家庭省不少钱。北海道学不会，就只能去瑞士学了。不影响我去瑞士。所以那一年北海道也是给我们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所以留下了这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比如说 Melody 从此不再学滑雪了。你看我来了10几次的日本哦，说20次是吹牛了，10几次的日本，其中4次是选择来了北海道，可以想我是多喜欢北海道。对，那你能告诉我你最喜欢北海道哪一点吗？喜欢北海道就是东京、大阪有的东西基本上这儿都有，但是呢，这儿的客房面积大，这儿的购物环境好，这儿不人山人海，就是价钱便宜了呗。简单一句话讲，价钱因为我没有什么指定的，必须是东京限定和大阪限定的，但是我很多东西都是喜欢北海道限定的。排大队，4点半过来吃，拿了个号，叫什么香根什么？根丝花丸根丝花丸前面有27组现在才4点半左右的时间。如果你可以选择站着吃，大概马上可以入席，它上面有提示。对，但是呢，毕竟今天可能是周末，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啊。我们不选择站着，有可能饭点人更多。对，现在应该是排的不厉害。对。这里还有中文。这个就是酱油渍，就是这个鱼子啊，放过酱油了。吃一个。
最后一个就结束战斗。这是我们今天的战果。吃完了，又到地下一层，来看看这些乱七八糟的小零食，探险啊！买韩馆牛乳，做不做？多做呢，但是后头来贵了，还对呀蛮便宜的。你看那些比你那个还贵了。但是只有去韩馆才能买得到啊，但是 7-Eleven 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买一瓶喝喝。我们俩在回忆啊，因为每次啊进日本这商场加上车站，它在车站里边还有商场，商场里边有车站。每次进那商场啊，都是我的弱项，因为我的强项是一定要看到外边的天儿，哪怕稍微阴天儿，都是可以接受的。我的强项是不分东南西北，就记身边的东西啊，这个什么店，那个什么店。但你那个是上海的大商场可以，就这个里边的这商场啊，绝对让你懵逼。然后我们再回忆，就是像什么大阪的梅田啊，东京的新宿，啊，就这些车站哇，绝对一般人都走不明白，反正能走明白的，我觉得都是高手。就是盘丝洞。对，我觉得厉害。而且它那口啊错综复杂，以前我都觉得啊，老看新闻什么的说，哎，上海啊、北京啊，说这口复杂，有10几个出入口啊，小巫见大巫了。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啊！说人民广场啊有10几个出口，这根本不算什么。这个都太好找，而且好分别。真的是令人。这样比起来，札幌的其实札幌站已经算是小规模的了啊。有的时候我在想，他们这日本人走道特别快，是不是因为走丢了？第一天，房间的电视上就有那个大澡堂的是否拥堵，现在显示1位，就是少量人。Kevin 同学澡堂衣服已经换好了，男女都一样，男女都一样，男款女款都一样。就是我这个，我好像穿成7分了。人家明明9分1 9分裤，我这穿成7分1 7分裤，很棒很棒。我还觉得够呛能够大。在这儿是男女分开的，各自行动。因为日本啊，它可能很难提。他还给了我们女的那个单独的一张门禁卡，就是进女澡堂会有电子门禁，男的就是随便进。好了，千万别冲错了。去了。